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们的主播台湾尔南。那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我自己在单排的时候呢所打的一场比赛。那因为我觉得非常的经典，所以我会用这种回放，并且加上旁白的方式呢，来播报这一场比赛。好，比赛的一开始，对面跳赢了球，对面的韦德尝试想要被撞，结果呢，这边第一次不成功，再尝试一次，还是没有成功，这边改打花式灌篮，结果被干了2分进去啊。好，那我们这边马上给他来还以颜色，开场打一个快速的迷踪步打断切闪电灌篮哦。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你之前的影片当中有说这个打断迷踪步上篮的操作到底是如何来做的？那我这边统一讲解一下。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把影格停在他的迷踪步上篮的第一步。那么关键就在这个第一步的时候，你在使用迷踪步上篮的第一步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去突破，或者是切成闪电灌篮。这样子一来就不会变成有那种切进去卡死的状态了。那么后面我们也会展示类似的技巧让大家看。好，接下来下一波进攻，我们开场就被对面撞到了，并且被拿了个2分。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其实是赚的，因为他消耗了2层动能，结果只拿到2分哦。好，接下来这波进攻，我们用一个反拉先试探一下对面3J 防守如何。试探不成，我们就用一招我个人在单排最常用的偷分招，就是这一招，先一个贴地飞行进去，接着用半转身，大概在3到4米的位置直接拔起来灌篮哦。那么这一招在单排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哦。对面的中锋必须要站对位置，而且要一直提防着你随时会拔起来灌篮，才有办法盖到这一招哦。好，接下来这一波我冲进去，先撞到了 Jason Hayden， 接着来一个空档的后仰出手哦。那么这边很可惜的是，对面的3J 其实操作的不错哦，利用超节来躲撞，只可惜最后没有干扰到。好，接下来这波进攻有一个细节哦，就是我发现对面的3J 他在防守的时候会有习惯用超节来躲我撞的这个操作。那么这招对韦德有没有用呢？实际上是没有用的，而且反而还让韦德更赚。各位可以发现哦，对面的3J 在撞完我之后，我的动能是不会损失的，也就是说他不只不会损失动能，而且还会直接失位漏掉2分或3分哦。好，接下来这波进攻我已经猜到了对面打算用半转身并且后仰投篮这个操作，所以我在这边直接一个鬼踩往外鬼踩，接着对面就被踩到干扰了，这一球没进。拿到地板球之后，接着我们打算再打下一波进攻。这个时候我发现对面的 Tatum 蛮提防到我的灌篮的，所以这边我们故技重施，再用这一招来投分，结果系统不给啊。对面的韦德本来有机会可以出手3分，结果却没有选择出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身上扣着3层的动能哦，所以身上扣着3层动能，不只是进攻命中跟防守范围提升哦，其实他在防守端的威慑力也很重要哦。就在大家已经在提防我的攻框了，这时候马上分给外面的雷纳德来一个3分球进。接下来对面的韦德呢，一样来了一个反拉的试探不成，接着再尝试第2次被撞停。好，这个时候呢，他选择了用我们刚才最常用的那一招。那这招呢，不得不说啊，真的超级难守，基本上你只要踩不对位置，是100%防守不到的。竟敢用我的魔法对付我，但没有关系，我就用同样的招式再回敬你一次。接下来对面韦德的这波进攻也打得非常的漂亮哦，那各位也可以看一下，在单排的时候这招特别好用，就是你用一个一般的反拉的大招突破，这一招为什么会很容易骗人起来，是因为它如果要冒的话是要带有一点预判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个预判，让你觉得你已经踩对了，并且冒得到，产生了这样的幻觉，结果呢，很多人就会反而被这样子骗起来哦。好，接下来这一波进攻，我觉得也是很多韦德不太会用，但这招其实很好偷分的一招，就是你切进去之后，在迷中步上篮的第一步转成突破，并且投篮这招哦，这个可以对于很多已经在提防你攻框的人呢给予惩罚。所以你看到对面的韦德跟 JJJ 都已经内缩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用这招冷不防的给他来打一个超近距离的2分球。
好，那这里有一个细节，各位可以看到对面的韦德身上的动能是3层。那这个半转身其实我是故意给他撞的，因为我知道他撞下去就是2分而已，但是我却可以消耗掉他2层的动能，所以整体来说，刚才这一波其实是赚的。好，接下来这一波呢，我打算来故技重施用这招，结果发现 Tatum 好像也蛮提防我近距离投篮的站位，所以我这边先用一个大招来测试一下对面 JJJ 的敏感程度哦。结果发现还蛮敏感的，这边马上来了一个大位移的3分球出手，巨。好，那这边有个小技巧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韦德他的大招其实相当好累积，你不一定要一有大招就开大招，反而更多的大招是要拿来试探对面防守的敏感程度。所以像这一球呢，我其实是在骗掉对方的 JJJ 第一次加速之后呢，我才去出手第2次的大招的。接下来这一球呢，感谢我方恩比德一个鬼踩干扰哦。虽然这一球呢，韦德距离3分线太远，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进的。结果说时迟，那时快，我方雷纳德直接进入一个挂机状态，让我们再被拉回到1分差。接下来这一球呢，是我本场首次用动能消耗的方式撞到对面的3J， 终于，结果系统不给，我们的雷纳德还直接跳空了一个篮板，哇，在短时间内一次背2锅，雷纳德还得是你啊，鬼之操作。结果这边恩比德已经没有了加速，被对面的韦德直接来打了一个后撤3分。接下来压力重新回到我方这边啦，下一波进攻呢，对面感觉已经摸熟了我们的进攻套路了。接下来这边呢，我们用了一个基本的大招连招来尝试骗起对面的3J， 结果没有骗起来，我们这边只能尝试用被撞停的方式来强制制造空档，结果也没能够制造出空档，这边只能够快速的用一个反拉的基本大招，结果对面的3J 刚好加速没有了，成功拿到了这个3分。结果现在虽然我们是领先1分的情况哦，但是其实压力非常大，因为对面要取得2分实在是太容易了。这边 Tatum 来了一个滑式上篮，结果雷纳德直接一个反应不过来，被拿了2分。现在时间只剩下5.2秒，然而这点时间对韦德来说已经十分足够了，因为我们有着决胜不屈这招鬼招，在3层动能的情况下是100%会发动的啊。用这样子的方式结束比赛，我相信对面应该是干在心里口难开啊。那么各位也千万要记得，在比赛最后只剩下10秒钟的时候，千万要耐住性子，绝对不要去盖韦德，避免像这样的憾事发生啊。那么这招虽然看起来相当的唬烂啊，但是却是韦德本人在现实当中确实真实做出来过的动作啊。没错，就是这么唬烂，我们的 Dwyane Wade 就是这么强悍。所以影片的最后，我只能说，各位趁现在能玩快玩，这个角色绝对会削弱，因为实在太